大家好，我是怡媛。早上我才做玩家社群反馈6月的版本，今天傍晚国服的策划直通车也是出现了，但是这一次他们只有选6个问题而已，那个问题真的是越来越少。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他们回答了哪一些问题。首先还是奥林匹亚之巅的问题，我不懂为什么每一期都会有奥林匹亚之巅。这个活动明明只有3天时间，可是每一期都会出现的。这里的反馈是建议奥林匹亚之巅的排位能新增其他时间段，避免有部分不方便参与。他提出这个时间段的问题，可能是怕撞到一些埃及啊，又或者是联赛之类的。尤其是现在有一些玩家，他们可能有2-3个账号，又要打埃及又要打联赛，就变成没有时间去打奥林匹亚之巅了。就算不是要打这个游戏，可能你假日也是要出去玩啊，去陪家人陪朋友之类的，就变成没有时间去打奥林匹亚之巅了。至少以我个人经验来说，我之前玩奥林匹亚之巅所花的时间是比我打埃及之战还要更多的。像这个玩家提议可以改成其他的时间段，我觉得是可以接受啦。策划答复建议收到，我们计划后续进行相关优化，以满足更多执政官的需求，也就是说他们是同意了这个请求。你们看这种小小的问题他们就肯去更改，那种大的问题啊，长期以来的问题他们不肯去改。接着第二个问题，建议失落频道限制发言等级。很多人开小号去失落频道辱骂，这种事情相信每一个玩家都有经历过，而且还有一些玩家是专门改了我的名字跑去失落频道吵架有试过好几次全部改我名字跑去吵架，不然就是改另外一些主播的名字跑去失落频道拉仇恨。并且这种大多数开小号没有事情做的人呢，都是在失落频道那边跟人家吵架，跟其中一个王国拉仇恨之类的。之前我看评论区也是有一些观众留言说，至少城市要16等级以上才可以留言会比较好。策划答复关于发言环境的优化，研发团队一直有持续关注和探讨合适方案。好消息是我们已经有初步的解决方案，将于后续上线进行测试，敬请期待。这里策划又画了一个饼给你们，之前也是这样子讲，敬请期待，我们已经在研发当中了，还在测试阶段之类的。通常他讲研发当中呢，可能你要等半年到1年左右才可以看到效果。我预计这个东西在短期之内是不会出现的，所以你们也不用等了。第3个反馈，希望失落之地匹配也会推出类似于埃及之战匹配分值数据，让玩家直观的看到王国的评分。老实说，这个东西在很早之前就应该要推出哦。每一次 KVK 匹配结果出炉，我们都要去做计算，每个王国的战力要怎样分配之类的，都已经持续了5年，我们自己计算是没有关系的，而且官方还没有出他们自己官方的数据，每个王国的实力战力击杀到底有多少都没有做一个出来，我们还要去其他网站检查，不然就是去每个王国检查他们的战力跟击杀到底有多少，并且真的做出来的话，我们也可以更方便的去选择盟友。难道是说你做出来的匹配全部都是数值不一样，哇，击杀跟战力相差很远了，所以你就不敢做出来给其他的玩家看到吗？感谢反馈，我们目前将就此议题发起内部探讨。因为涉及的模块和所影响的范围较大，我们需要投入较长的时间进行探索和测试。有最新消息将第一时间同步给各位执政官，也是一样的答复，也就是说短期之内是不可能发生的啦。你们想要看王国数据，与其是等官方，还不如自己做更快，等他们是靠不住的。第4个反馈，建议新剧本中的反击集结可适用于所有剧本。策划答复，我们将持续观察反击集结在新剧本中实际数据表现和玩家反馈，来进一步评估是否有可复用性。因此目前我们暂时不会将该设定适用到全部剧本。是的，官方要等我们这一批白老鼠测试完之后才给你们感想重复使用性的可能性还是蛮大的，因为之前有威力加强版，有那个联盟箭塔嘛，之后也是延续到这个新的剧本了，并且之前威力加强版的外交系统也是延续到每一个剧本了。除此之外，还有移民开放系统也是延续到每个剧本，就可以用更少的移民令来移民。不过这个问题也是要问一下其他的观众，你们觉得这个反击集结放在其他的剧本或许会比较好吗？只要人到期不用等时间就可以马上出发，或许某一天会看到20个反击节也说不定第5个反馈，建议绑定账号登录方式的时候需要2级密码，建议收到，我们计划在后续加入相关功能，比如切换绑定时需要密码，以保障执政官们的账号安全。我觉得会提出这个意见呢，可能是因为最近太多3宝事件啊，发生一些事情啊并且之前还有发生过被人家入侵账号之后，把部队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删除，包括装备之类的。只是国服就已经发生过很多起案件了，所以他们会要求放2级密码也是正常。
他这里提出的2级密码，我个人理解为可能你换一个设备就要重新登录，重新写过密码才可以登录账号，这样确实会比较安全，但是会麻烦一点啊。最后一个反馈，增加类似大喇叭的道具，使用后可以在聊天频道有额外的效果，比如置顶滚动播放内容文字。大喇叭的功能好像大多数的射击类游戏都会有。策划答复建议收到，后续考虑会在聊天室上新增更多美术表现，以丰富执政官体验。我个人觉得这个东西并不是很重要了。以上就是7月上半个月的问题。显然的，你们也看到这一次选的问题呢，也不是特别重要，有种感觉他们越来越不认真的样子。至于各位观众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期再见。